逐梦演艺圈失败，我转型成了钓鱼主播。1个月钓出8具尸体，我转型成了玄学大佬。从此综艺邀约接到手软，富商名人天天求我算命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，老娘我又杀回娱乐圈了。出道2年半，演了3部豆瓣4分烂剧的5番以外小配角。在我第6次拒绝陪公司高层吃饭的那天，经纪人通知我被炒了，赶紧卷铺盖走人。我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经纪人面无表情，公司不需要你这块木头。我当场落泪，带着3分懊悔、3分惋惜、3分不甘离开了公司。我哭了，我装的。踏出公司大门的一瞬间，我当场掏出手机拨打了税务机关举报中心的电话。我要举报某某公司偷税漏税。呵呵，破公司狗都不去，我宁愿进厂拧螺丝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上帝给我关了一扇门，就会给我关上另外一扇门。得知我提桶跑路后，我那和我一起跑了2年龙套的男朋友在电话里通知我们分手吧。我如遭雷劈，为什么？男朋友冷冰冰地说，你变了。我心虚地说，最近的却变胖了5斤，但是……男朋友，不对，前男友呵呵一笑，你连肥都减不下来，还能指望你做什么？我马上就要成为大明星了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说罢，他冷酷无情地挂了电话。这次我是真的哭了，上个月我才送了前男友一块好几万的表，现在分期付款还没还完呢。分手暂停，先还我表。不过很快我就从热搜里得知，前男友这么急着甩了我是傍上富婆了。看着除了脸一无是处的前男友从一位圈内著名富婆的豪车上下来，我当场掏出手机拨打了我刚刚在招聘网站上看到的求职热线。请问是你们在招女主播吗？就这样，我光荣上岗，成为一名卖鱼竿的带货女主播。赚钱吗？不寒碜。为了卖门票，我准备兢兢业业24小时不间断直播钓鱼。不瞒大家说，其实我是一个钓鱼高手，拳打退休大爷，脚踢野生老头，打遍小区无敌手，人称牡丹小区保护之王。虽然牡丹小区只是我家小区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干干必中，干到鱼来，假以时日，我必定能成为钓鱼区顶流博主。小小娱乐圈，可笑可笑。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我来到了我们市的水库，寻了一处钓鱼佬稀少的风水宝地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我一竿甩了下去。直播间的人数开始一个个上涨。切，一看就不会钓鱼，肯定是个花瓶。美女钓鱼啊，别钓鱼了，来钓我吧。美女别钓鱼了，擦个边吧，我肯定给你送礼物。钓鱼多无聊啊，美女聊聊呗，你有男朋友了吗？我呵呵一笑，丧偶带3娃，前夫坟头草都3米高了。就这样，我吓退了一波猥琐男。然而还有人不死心，寡妇啊，寡妇更好。我继续说，我是克夫命，死过3个老公，又吓退了一波猥琐男。还是有一个人纠缠不休，美女别钓鱼了，我养你吧。就在此时，我的鱼竿忽然动了，动了，上鱼了。我顿时双眼一亮，开始稳住鱼竿收线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这鱼的力气也太大了。这得是多大的鱼啊？好大的鱼！这一波稳了，赚翻！我美滋滋的想，一边钓鱼一边卖鱼竿，还能顺便解决晚饭，这一波赚大了。然而当我用尽全力把鱼拖上岸后，我却目瞪口呆的发现，那竟然是一具尸体。卧槽，主播居然钓到尸体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也太刺激了，玩大发了，快报警吧。直播间的人数胀麻了，我人也麻了。温影帝找上我的时候，我正在金盆洗手，准备退出钓鱼佬的江湖了。你就是鱼朵朵。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，我不敢置信地抬起头来，便看到墙上广告牌的代言人走了出来，来到了我的面前。来人西装革履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长相斯文俊美，有种高冷不容侵犯的禁欲犯。我看了看人，又看了看墙上的广告牌，终于确定此人就是新晋影帝温岚琪。娱乐圈这2年的新起之秀，新生代顶流 top， 属实是我不可高攀的高岭之花。温影帝，我顿时战战兢兢，结结巴巴。温影帝扶了扶眼镜，嗡影帝，这是你给我起的外号？我后鼻音没那么重吧？温影帝淡淡道，我有事找你。我立刻敬谢不敏，不管你找我有什么事，我都已经决定回老家种地了。另请高明吧。温影帝冷酷地说，10万。我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温影帝无情地说，时薪。我立刻双腿一软，不得不扶墙站住，干，现在就干，狠狠地让我996吧。不，007，狠狠地榨干我的所有剩余价值吧。可恶，他知道时薪10万对我这种前娱乐圈胡逼来说是多大的诱惑吗？我一部戏都赚不到10万啊，他肯定知道。可恶，温影帝显然很欣赏我这种识时务的人生态度，他淡淡一笑，10万1个小时，你帮我找一个人。我弱弱地挣扎了一下，我真不是玄学大佬啊，但我努力。温影帝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，你尽力就行，或者说让别人知道你尽力了就行。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我这该死的钓鱼天赋啊！这是说来话长，自从上次钓鱼钓到尸体后，我好像就开了什么奇怪的卦。水库不行，第2天我就换了个野湖，准备一雪前耻。一开始我钓了2天，收获不错，还成功卖出了几个鱼竿。直到第3天晚上，形势再次急转直下，我一不小心又钓出了一具尸体。我的直播间再一次爆满，无数吃瓜群众闻风而至。这一回，他们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有剧本，不然怎么能回钓上尸体来？我不得不再次报警，又往警局跑了一趟。
这一回警察叔叔也有点怀疑我了，第一次钓鱼钓出尸体还可以说是热心群众，第二次钓鱼钓出尸体那就有点诡异了。不过他们尸检过后，确定第二具尸体只是意外失足落水的钓鱼佬，没有谋杀的痕迹，这才排除了我的嫌疑。然而我还是身心俱疲，折腾半天不说，还被叔叔们投以怀疑的目光，我真的好脆弱，好想哭。虽然直播间人数爆满，但问题是他们只想看热闹，也不买我的鱼竿啊。后来我寻思着，水库不行，野湖也不行，那还是找个周围人多点的人工湖吧。不管是意外还是抛尸，人多点的地方总归安全点吧。于是我再接再厉，越挫越勇，找到了一个城市中心的景观湖，信心满满的一甩鱼竿。我们来赌这次主播几天能钓上尸体吧。我赌3天，我赌1个星期，我赌今晚就能钓到。我每次开钓鱼直播，都会有一群人涌到我的直播间开盘下注，赌我多久能钓上一具尸体来。真是岂有此理！我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一次我绝对不可能再钓出尸体了。直播间的吃瓜群众嘎嘎直乐，万一又钓出尸体了怎么办？我怒发毒誓，万一又钓出尸体了，你们都是我的爹；万一没钓出尸体，你们都要买我的鱼竿。然后我就不负众望地，再次钓出了一具尸体。看着瞬间多出来的一直播间的爹，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自我怀疑。唯一能安慰我的是，他们终于开始买我的鱼竿了。当我第3次踏入警局大门的时候，我麻木了，叔叔们也麻木了。我对流程的熟悉程度，甚至比警局新来的实习小哥还熟悉。走出警局大门的时候，听闻我光辉事迹的实习小哥安慰我道：“去南山寺拜一拜吧。”我反正不要钱。我有道理。当我去完南山寺去教堂，去完教堂去道观，叠满了众神之 buff， 在信仰之光的附体下，再次找了一处风水宝地，再次一甩竿，又钓出了一具尸体。1个月，我整整钓出了8具尸体。在钓出第8具尸体后，我成了名震江湖的钓尸狂魔。江湖上到处都是我的传说，有人说我是某玄学门派的传人，看似是在钓尸，其实是在钓大佬，这波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。有人说我是新时代赶尸人，看似是在钓鱼，其实是在赶尸，这波是水底传送门，只传尸体不传活人。总之，我似乎转型成了玄学大佬，不对，我被迫转型成了玄学大佬。从此综艺邀约接到手软，富商名人天天求我算命，但我自然是不敢接这些综艺和委托的，毕竟我又不是真的玄学大佬。要是真的硬着头皮上节目做委托，那还不分分钟露馅。然而，在温影帝美色和金钱的双重诱惑下，我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沦陷了。我跟温影帝再三声明，我真的不是什么玄学大佬，至于钓出8具尸体什么的，真的只是巧合而已。温影帝冷着脸说，没事，我需要找一个大师，至于是不是真的不重要，如果有人质疑你，我会让他闭嘴的。啊，这该死的霸道总裁犯啊！温影帝冷脸的样子好帅啊！我不得不努力板着脸，防止藏不住的笑意从眼睛里飞出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老板了。嗨，不对，你就是我老板了。老板，狠狠压榨我吧，不要因为我是一条咸鱼就联系我。温影帝扶了扶眼镜，淡淡一笑，好。我默默在心里捧脸，温影帝笑起来的样子也挺帅的。总而言之，温影帝成了我的新老板。不久前，他刚成立了个人工作室，我顺理成章的成了他工作室签约的第1个艺人。然而我万万没想到，温影帝竟然把我塞进了一档恋爱综艺。我一开始是懵逼的，我一个玄学大师来恋爱综艺干什么？直到温影帝告诉我，他有个妹妹叫周雪瑶，随母姓的亲妹妹，不久前失踪了。周雪瑶不想借着哥哥的光环混娱乐圈，一直没公布过她和温影帝的真实关系，但凭着甜美的歌喉和绝佳的唱功，她成功在一档音乐选秀综艺里一炮而红了。半个月前，周雪瑶正准备录制新专辑，却忽然神秘失踪了。她的公司报警之后，暂时把这个消息压了下去。温影帝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，把能找的人也都找过了，却始终没有结果。而嫌疑最大的2个人，一个是周雪瑶的前男友当红小生陶文远，两人谈了2年地下恋，不久前分手，分手时似乎不太愉快。一个是周雪瑶的闺蜜新晋小花梁冰怡，她是最后一个见过周雪瑶的人。除此之外，这2个人都参加了这档叫《交换余生》的恋爱综艺，一个是1号男嘉宾，一个是1号女嘉宾。我忍不住脑补了一大堆渣男劈腿闺蜜上位的三角修罗场狗血剧情。不过一般来说，失踪几乎都意味着凶多吉少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踮起脚拍了拍温影帝的肩膀，努力试图安慰他。温影帝，你放心，你妹妹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我一定会帮你把她找回来的。温影帝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叫我名字就行。好的，温影帝，我连忙改口，温岚起。温岚起捏着鼻梁骨，语气平静，我相信你。我一边用力点头，一边默默感慨，温影帝的鼻梁真高啊，这才是能让人滑滑梯的鼻梁啊。然而，当我正式参加节目的时候，一个晴天霹雳却砸我脸上了。2号男嘉宾竟然是我的前男友何世奇。祸不单行，紧接着又是一个晴空霹雳砸我天灵盖上了。2号女嘉宾是何世奇成功傍上的富婆尤倩倩。好家伙，搞半天居然都是熟人。我那给我戴绿帽子的前男友一脸嫌弃地看着我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富婆也有些不高兴，你什么档次，也配合我们上一个节目？本3号女嘉宾离当场崩溃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3号男嘉宾他闪亮登场。他是我们公司的签约艺人，同时也是我重金请来的大师，请你们放尊重一点。温岚起西装革履，款款而至，他优雅地扶了扶金丝眼镜，语气却毫不客气。
何世奇在比他强势厉害的人面前，瞬间就怂了。温影帝，原来他是你的人啊！我内心冷笑了一声，哼，果然还是那个欺软怕硬的何世奇。而尤倩倩看到温岚起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岚起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我听说你会来，我才来的。不过这不是恋爱综艺吗？为什么要找大师来？何世奇见状明显有点不爽，但他又不敢对着富婆横，只能大声解释，试图抢回他的注意力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们这次录节目要住的民宿可是有灵异传说的。这年头不管什么综艺都卷得不行，更别说恋爱综艺了。千篇一律的恋爱综艺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，所以节目组脑洞清奇，另辟蹊径，把节目录制地点放在了一家诞生过都市传说的民宿，硬生生把一档恋爱综艺升级成了灵异悬疑逃生类恋爱综艺。尤倩倩来之前显然没做功课，不过也对，她本来就是冲着温岚起来的，估计连节目规则都没认真看过。节目录制开始后，主持人先让我们几个互相介绍一下自己，然后便故作神秘地朝我们介绍起了这家民宿。据说曾经有一对情侣在这家民宿相约殉情，结果女的死了，男的关键时刻却反悔了。不仅如此，男的很快就有了新的女朋友，正是女孩的闺蜜，他还把闺蜜带到了这家民宿故地重游，结果就发生了灵异事件。闺蜜经常看到白色鬼影，而男的也开始接连做噩梦，最终受不了折磨，还是上吊了，而闺蜜也精神失常，住进了精神病院。之后就有一个都市传说传了开来，据说只要是真心相爱的情侣住进来之后，他们就能幸福的一辈子在一起。而如果其中有一方不是真心的，那他们很快就会分手，不是真心的一方则会倒霉遭厄运。不少小情侣闻讯赶来，试图验证彼此的真心，据说还挺灵验的，就是有些时运低的人可能会在晚上看到那对情侣的鬼影。而我们6个人需要在这家民宿待满7天，这期间没有手机，也不能上网，而且除了洗澡上厕所外，还要24小时直播。所以我们录制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无剧本无剪辑的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和刺激。见气氛渲染到位了，主持人及时打住，哈哈，这些都是网上的传言而已，咱们还是要相信科学的。在我看来，这些传言应该只是民宿的炒作手段而已，节目组找这家民宿录节目肯定也是制造噱头，反正我是不信的。尤倩倩显然也不信，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？对，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鬼。何世奇立刻接话，倩倩你放心，就算这个世界上有鬼，我也会保护你的。我忍不住在旁边悄悄翻了个白眼，这家伙还挺有做豪门赘婿的自觉。尤倩倩却看也不看何世奇一眼，反而径直看向了温岚起。岚起，虽然我不害怕，但如果晚上真的有吓人的东西，我可以去找你吗？何世奇，抱歉，不太方便。温岚起淡然拒绝，随后看向我，于朵朵，如果我晚上害怕，可以去找你吗？我眨了眨眼，温影帝这就开始演上了。那我当然要好好配合。我一派云淡风轻的玄学大师风范，没问题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被尤倩倩当面戴绿帽的何世奇敢怒不敢言，毕竟他只是富婆养的小奶狗，不算正牌男友。接下来一整天，他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什么叫绿人者人恒绿之。尤倩倩从头到尾都围着温岚起打转，而温岚起又一直跟我待在一起。何世奇为了跟在尤倩倩屁股后面，只能咬牙和我待在一个屋檐底下。相比我们这边的奇葩4人行，陶文远和梁冰怡那边显然要正常多了。他们一起探索民宿，一起做饭，一起聊天，俨然已经擦出了点小暧昧。吃饭的时候，6个人坐在一起聊天，我试图旁敲侧击地引出周雪瑶的话题，便故作高深莫测的神秘一笑：你们是否做过什么亏心事？除了温岚起外，另外4人同时一愣，身体有些微微僵硬。尤倩倩很快反应过来，朝我翻了个白眼：关你什么事？你真以为你是什么大师啊？我挑衅地看了他一眼，要不要测一下？温岚起则拖着下巴，好整以暇地问：怎么测？我拿出了一本答案之书，你们敢不敢？当着镜头的面，他们这些公众人物当然不敢回避，毕竟那会显得他们心虚了。再说了，这些玄学手段本来就是有人信有人不信。温岚起第一个测了，我替他翻开了一页，上面只有4个字：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，恭喜你，你这辈子都没做过一件亏心事。我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你是个福泽深厚的人，你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在给你积累功德，你余生将会幸福美满，爱情事业双丰收。温岚起淡淡一笑，谢谢。我看向了尤倩倩和何世奇，这2人面色一僵，显然都有些抗拒。于是我把目光看向了陶文远和梁冰怡。尤倩倩见状，连忙推他们上去，你们试试呗，反正又不一定准。梁冰怡没有办法，只能勉为其难的测了。我替她翻开了一页，上面是罪孽深重。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电闪雷鸣，屋内的灯瞬间就熄灭了。轰隆！震耳欲聋的雷声，再加上骤然降临的黑暗，尤倩倩吓得大声尖叫了起来啊！而与此同时，一阵歌声忽然响了起来：挣脱爱的囚笼，放我走吧，放我走。那原本甜美温柔的女声，在漆黑的屋子里显得空灵缥缈，甚至有几分诡异渗人。灯光重新亮起来的瞬间，我看到梁冰怡脸色苍白，眼神躲闪，而陶文远的表情也不太好看。刚才的歌声是周雪瑶的，我越发笃定周雪瑶的失踪绝对和这2人脱不了关系。鬼啊，有鬼啊！尤倩倩还在尖叫，何世奇吓得直接躲到了桌子底下，而温岚起则站了起来，关掉了忽然响起的音响。不是鬼，是音响坏了。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至于刚才的灯，只是跳闸而已。他平静的语气让尤倩倩渐渐冷静了下来。他环顾四周，的确没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一脚踹在何世奇的屁股上。你躲个屁啊！说好的保护我呢？
何世奇嗷的一声，捂着屁股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，舔着脸辩解道：“我不怕鬼，只是有点怕黑，下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”尤倩倩翻了个大白眼，我把答案之书合上了，都是巧合而已，大家不用往心里去。这当然不是巧合。忽然跳闸的灯，莫名响起的音响，特制的答案之书，通通都是我的安排。嘿嘿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梁冰怡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，又迅速低下头去。吃完饭之后，众人各自认领房间。我挑了走廊尽头的房间，对面是梁冰怡，隔壁则是温岚琪。临睡前，梁冰怡敲开了我的房间门，小声地问我刚才的答案之书要怎么解读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露出了一个标准的神棍笑容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答案已经在你心中了。梁冰怡的眼神有些复杂，我忽然抬起手来，梁冰怡顿时吓了一跳，立刻往后退了一步。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点大后，她有些尴尬，道歉。我知道她对我的防备心很重，只是淡淡一笑，没事，我只是祝你做个好梦而已。话音刚落，我装模作样的掐了几个手诀，然后并拢食指和中指，点在了梁冰怡的眉心。梁冰怡没躲过，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转身回房了。我正好有点口干，就去厨房倒了一杯冰水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便与穿着浴袍的尤倩倩四目相对了。走廊上，她看了看我，我看了看她。她正站在温岚琪的房间前，准备敲门。我眨了眨眼，淡定地和她打个招呼：“晚上好。”尤倩倩瞪了我一眼，得意洋洋地哼了一声。刚刚有人往我门下塞纸条，约我今晚一起去湖边看月亮。这民宿后面有个不大不小的湖。我挑了挑眉，哦，尊都假都。尤倩倩气急，当然是真的。我骗你，我是狗。就在此时，同样穿着浴袍的何世奇推门而出。走廊上，他看了看我，我看了看他，他又看了看尤倩倩。何世奇茫然了2秒，随即露出了一个猥琐的笑容。3人行啊？也不是不行。我二话不说，一巴掌甩在何世奇脸上，我好你大爷！这一巴掌用了我9牛2虎之力，把我被绿的愤怒通通发泄了出来。渣男，去死去死！何世奇被我打懵了2秒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捂着脸怒视我：“你敢打我？我妈都不敢打我，小心我弄死你！”我冷笑道：“你妈没教你的事，自然有别人教你。我对你比你妈对你还好，你才应该叫我一声妈。”何世奇瞬间气昏了头，冲上来就要打我，却被人从身后一把抓住了胳膊。温岚琪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房间里出来了，金丝眼镜也挡不住他锐利的目光，他一把抓着何世奇的胳膊往后一甩，冰冷凌厉地剜了他一眼。何世奇踉跄了几步，后背撞到了墙上，发出了咚的一声。你他妈！何世奇恶狠狠地瞪了温岚琪一眼，但又似乎忌惮着他的身份，不得不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吞，强行半路刹车。妈的，真帅！温岚琪淡淡道：“打女人可不是绅士行为。”何世奇干笑了一声：“不敢不敢，我自己打自己呢。”他赶紧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，左一巴掌，右一巴掌。他，尤倩倩明显对这个丢人现眼的家伙无语了，她连忙看向温岚琪：“岚琪，我收到一张纸条，是你写给我的吗？”温岚琪淡淡道：“不是。”什么？不是你？那是谁？尤倩倩纳闷地拿出了一张纸条，何世奇凑上来一看，顿时也傻眼了：“倩倩，这不是你给我写的纸条吗？”随即他也拿出了一张纸条，竟然和尤倩倩的那张一模一样，上面只有5个字：“今晚湖边见。”第二天早上，餐桌前多了好几对黑眼圈，而餐桌上则摆着6张一模一样的纸条。除了尤倩倩和何世奇之外，我们剩下4个人，一觉醒来后也找到了这样一张纸条：“今晚湖边见。”尤倩倩有点害怕，又有点疑惑，这纸条到底是谁写的？我摇摇头，不是我。众人接连摇头，在座6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承认。梁冰怡的脸色有点苍白，这是……陶文远忽然大声道：“肯定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。”梁冰怡吓了一跳，连忙捂住了嘴巴。然而我却知道她原本打算说什么，这是周雪瑶的字迹。不过当然不是周雪瑶本人写的，而是我仿照周雪瑶的字迹，一张一张写的。对，尤倩倩连忙道：“肯定是工作人员搞的鬼。昨天那个主持人就想吓我们，估计是想搞什么节目效果吧。如果真的出现灵异事件了，肯定已经有人打断拍摄了。”何世奇忽然倒吸了一口气，他脸色发青，语速急切地说：“我来之前上网查过，那对情侣好像就是相约跳湖，结果女的跳了，男的半路又回去了。那个男的第2次来的时候，门口就被塞了一张这样的纸条，有人说是那个女的来催命了，因为他上次没跳成，最后他的尸体就是在湖里被人发现的。”尤倩倩顿时被吓得脸色泛白，陶文远反应更大，他吓得直接站了起来，手里的筷子都甩飞出去了。不要胡说八道了，都是谣言，肯定是谣言。众人都被他这么大的反应吓了一跳，我则心下一动，陶文远这心虚的反应很可疑啊。我模仿周雪瑶的字迹，就是为了结合这个民宿的传闻，试探出内心有鬼的人。说来我还要感谢何世奇呢，如果不是他主动跳出来，那我就要自己 Q 流程了。我看着陶文远和梁冰怡眼睛底下的黑眼圈，忽然开口问：“你们不是今天早上才收到纸条吗？为什么昨晚就失眠了？”陶文远抿了抿唇，闭嘴不言。梁冰怡犹豫了一下，有些慌乱地解释道：“我昨晚做噩梦了。”我假装好奇地问：“做什么梦了？”这下梁冰怡也沉默了，只是有些害怕地看了我一眼。她大概是想起了我昨晚在她眉心点的那一下，然后昨晚她就做噩梦了。我却心知肚明，昨晚我可是特意大半夜定了个闹钟，披着假发和床单跑到这2人窗外 cos 周雪瑶了，不把他们吓得一晚上睡不着，也太对不起我的努力了。接下来一天都颇为风平浪静，傍晚时分，众人坐在一起看甜甜的爱情电影。
何世奇又开始和尤倩倩眉来眼去了，尤倩倩有些心不在焉，时不时瞟温岚启一眼，温岚启却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低头包着橘子。在电影画面突变的瞬间，温岚启把包好的橘子塞进了我的手里，尤倩倩还来不及拈酸吃醋，就被屏幕上忽然出现的白衣女鬼吓了一跳，整个人间叫着弹了起来。尽管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还是被满脸血的女鬼吓了一小跳。但下一秒，温岚启就抬手捂住了我的眼睛。别怕，我被她的温柔包裹着，很快就冷静下来了。梁冰怡尖叫了起来，是她，果然是她，是周雪瑶，她回来了！闭嘴！陶文远朝着梁冰怡怒喝道。她猛地站了起来，一把将投影仪打落在地，不录了，这破节目我不录了。温岚启缓缓放下手，我知道他们在屏幕上看到了周雪瑶的脸，尽管只有一瞬间。温岚启可不舍得把她妹妹的脸 P 到鬼身上，只是在女鬼的照片合集中夹杂了一张周雪瑶的照片而已。尤倩倩惊疑不定地问：周雪瑶，那个唱歌的？何世奇也一脸疑惑，她不是还活着吗？陶文远和梁冰怡齐齐陷入了沉默。我心下一喜，知道这两人已经快要撑不住了，只要再添一把火。于是我故意煽风点火，要不我们今晚去湖边看看？这个世界上又没有鬼，肯定是工作人员下我们的套路，等我们过去一看，说不定就会有潜伏的工作人员跳出来说 surprise 呢。梁冰怡立刻拒绝，不要。陶文远神色慌张，我不录了，我现在就要走，我要退出节目录制。温岚启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盯着这两人，不紧不慢地说：容我提醒你们，这可是24小时直播，难道你们真的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影帝不愧是影帝，气势和压迫感不是吹的。在他审判一般的目光下，陶文远和梁冰怡同时低下了头。他们显然意识到了这时退出节目录制一定会引起观众的猜疑，最终他们放弃了退出节目录制的打算。我眨眨眼道：那么今晚12点，咱们不见不散，湖边见。晚上12点，我们一群人齐齐来到湖边，6个人，5张苍白的脸，除了神色如常的温岚启。我满脸苍白，但我是装的。出门之前，我特意用了比平时白1个度的粉底。尤倩倩嘴唇发着抖，不然还是算了吧，万一真的有鬼呢？何世奇努力挺起胸口，倩倩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陶文远和梁冰怡的脸色都不太好看，尤其是梁冰怡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她本来就很瘦，整个人薄的就像一张纸。面前的湖一片平静，无波无澜，然而在漆黑的夜色之下，却显得有几分阴森恐怖。尤倩倩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，颤颤巍巍地说：好像没有工作人员跳出来。我点点头，拿出了一个鱼竿。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听说那个跳湖的女孩尸体被人捞出来后，头却不见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里之所以发生那么多灵异事件，就是因为她的头一直没被找到呢？如果她的头被找到了，说不定她的怨气就能平息了。温岚启推了推金丝眼镜，的确有这种可能。尤倩倩顿时脸色一白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她显然听说过我吊尸狂魔的美名。我嘿嘿一笑，恭喜你，猜对了。我一个干脆利落的甩竿，把鱼钩抛了出去。何世奇强颜欢笑地说：你唬人的吧？我之前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本事啊？我一脸冷漠，大哥，我们很熟吗？何世奇脸色不大好看，他还想说什么，我却忽然嘘了一声，有动静了，别吱声。众人顿时平息凝神，过了一会儿，鱼钩有动静了。我开始一边往回收线，一边尖叫了起来，他力气好大，好大一股怪力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在场众人的脸色又白了几个度，好几人都肉眼可见地发起抖来。温岚启上前一步，他从背后环住了我的腰，帮我一起往回收鱼竿。我的后背抵着温岚启宽厚温暖的胸口，一时间竟有些恍惚。不愧是影帝，好像还有腹肌诶。下一秒，我俩终于成功地把湖里的东西拽了上岸。我定睛一看，那是一个女人的头，长发披散，皮肤苍白。啊！尤倩倩吓得大叫了起来，下意识朝着温岚启扑了过去。温岚启却一把将我搂入怀中，扑通扑通，一时间我同时听到了我和她的心跳声。我们两人的心跳声融合在一起，竟相当契合。尤倩倩没有办法，只能半路强行改道，扑进了何世奇怀里。然而何世奇比他更害怕，他一边疯狂大叫，一边将尤倩倩一把推进湖里。什么鬼东西？给老子滚！陶文远和梁冰怡的反应更大，梁冰怡直接吓晕过去了，而陶文远则转身就跑，朝着马路的方向飞奔而逃。这个节目他显然1分钟都录不下去了。我抬头问温岚启，不用追吗？温岚启淡淡一笑，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人了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个人头，那只是一个硅胶假头而已，在片场里很常见。只不过此时是半夜3更，再加上氛围渲染到位，那些做贼心虚的人才露出了马脚。直到闻到温岚启身上的木质调香水味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我还在他怀里，连忙后退了一步。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？温岚启推了推金丝眼镜，看戏。温岚启早就安排了人在马路边上埋伏陶文远。陶文远逃出民宿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胆战心惊地给经纪人打了电话，报了一个位置坐标。你赶紧去看看，我要确定周雪瑶到底死透没有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他的经纪人吓了一大跳，连忙追问是怎么回事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陶文远带着周雪瑶和梁冰怡一起去爬山，结果半路上被周雪瑶撞破了他和梁冰怡的私情。陶文远慌乱之下，一把将周雪瑶推下了山。那个位置非常陡峭，陶文远和梁冰怡笃定周雪瑶肯定活不成了，惊慌失措地逃了回来，串好口供要假装无事发生。由于这个行程是临时决定的，
周围没人知道他们仨一起去爬山了，而陶文远也找另外一个朋友做了不在场证明的伪证，竟然暂时瞒了过去。然而，凡事走过，必留痕迹。温岚启和周雪瑶兄妹情深，相互之间非常了解。他很快就从周雪瑶留下的蛛丝马迹中，发现这件事很有可能与陶文远有关。而且他也发现周雪瑶那天原本是要回家的，只是临时更改了行程，最终决定与警方配合，设下了这么一个局。温岚启从监控后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就准备前往那片山区，他要亲自去找周雪瑶。我自告奋勇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温岚启蹙眉道，那是个半开发的山区，而且深更半夜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太危险了。我挑了挑眉，拜托，我可是玄学大师啊，说不定我能帮你找到你妹妹呢。而且我时薪10万 A， 你确定不物尽其用吗？温岚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眼里充满了探究，随即他微微点头，好，那就一起去吧。当我看到温岚启的私人飞机时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可恶，这就是有钱人吗？时间不等人，温岚启迅速解释了一句。虽然他努力保持冷静，但我知道他妹妹已经失踪好几天了，就算还活着，现在的状态肯定也不容乐观。坐上飞机之后，我看着他紧绷的下颌线条，安慰了他一句，放心，我看过你妹妹的照片，她福泽深厚，是长命的长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温岚启捏了捏眉骨，但愿如此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沉声道，我刚刚查了一下，半年前有一个游客在那附近失踪了，被找到的时候尸体都面目全非了，那里可能有大型野生动物。我看着窗外逐渐变化的风景，陷入了沉默。随着直升飞机缓缓落地，我眨眨眼，忽然问道，之前那个游客是个女孩子吗？对。温岚启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奇怪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我笑了笑道，我掐指一算，你妹妹可能在东南方向。温岚启顿时一愣，几个救援人员则面面相觑，随后看向了他。按他说的做，温岚启沉吟道。救援人员虽然有些纳闷，但还是朝着东南方向过去了。我充分发挥了神棍的本质，一路上掐指一算，掐指又一算，掐指又一算，最后还真的让我们找到了周雪瑶。她遍体鳞伤，衣不蔽体，但幸运的是她还活着。温岚启当场红了眼眶，周雪瑶则哭着扑进了他的怀里。哥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救援人员齐齐松了一口气，又悄悄朝我投来疑惑的目光，而我则悄悄地把手背到身后去，朝着身后的空气挥了挥手。原来周雪瑶被陶文远推下山后，竟然幸运地掉到了一棵大树上，因此只是摔骨折了而已。但她身上没水没食物，只能靠采集蘑菇和捡野果勉强果腹。幸好她野外露营经验丰富，知道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，还能自己生火取水。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几十处骨折，完全是靠着对家人的思念和对陶文远的恨，这才撑着一口气活到了现在。见到温岚启后，她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当场昏了过去。温岚启连忙把她带上了私人飞机，带回了家。那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水库，继续卖起了我的鱼竿。出了这么大一件事，交换余生这档综艺自然只能暂时停播了。但仅仅播出的这么一集，就已经让我爆红网络了。这下我不仅综艺邀约接到手软，甚至还收到了不少电影电视剧的邀约，无一例外都是神婆、神棍、神算子之类的角色。天天求我算命、看祖坟的有钱人都快能把水库填满了，而我只想说，走开走开，你们这些烦人的有钱人！我的直播间人满为患，我的鱼竿供不应求。然而我却成天觉得空落落的，好像丢了什么东西。过了2天之后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哦，好像是心丢了。就在我反复品味着爱情的苦楚，沉浸在我是个痴心大情种的人设中时，那个偷走我的心的小偷终于姗姗来迟了。温岚启在我旁边坐了下来，冷静地交代事情的后续。陶文远被抓了，他会坐牢，梁冰怡也逃不过，我找了最好的律师团队。我点点头，好消息，喜从天降。还有呢？温岚启推了推金丝眼镜，我妹妹恢复得很好，她托我向你道谢，等她出院了，一定会好好答谢你。我笑了笑，好消息，双喜临门。还有呢？温岚启想了想，何世奇被尤倩倩踹了，尤倩倩又换了个小奶狗。我说，何世奇都把尤倩倩推进河里了，尤倩倩不踹了何世奇才怪。温岚启又道，你前公司倒闭了。我流露出了一点惊讶，这对我来说倒是个新闻。温岚启淡淡一笑，有人举报你前司偷税漏税，但没有具体材料，所以我收集了点材料，递交了上去。我差点被口水呛到，嗨嗨。温岚启接着说，交换余生暂时停播，但这个节目热度很高，制作人决定更换部分嘉宾，继续录制第2集，你邀嘉宾名单上有你。我顿时双眼一亮，原来我这份工作保住了。温岚启挑了挑眉，难道你以为你失业了？忘了我们已经签了合同吗？我撇了撇嘴，我还以为我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。温岚启扶着眼镜说，怎么会，你在节目里的表现很不错，除了交换余生外，我有一部正准备开机的戏，还缺一个女主角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我嘿嘿一笑，不用考虑了，我愿意。不卖你的鱼竿了。我摆摆手，一边拍戏也可以一边卖鱼竿吗？什么时候签合同？别等了，现在就走吧，老板。我不理会直播间里疯狂刷过的弹幕，直接退出了直播间。温岚启轻轻一笑，你就没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我想了想问，那个民宿的传说都是假的吧？温岚启微微颔首，是我编的，网上那些讨论也是我找人刷的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呢。怪不得什么？我压低了声音，凑到了温岚启耳边，老板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虽然不是玄学大师，也不会算命，但其实我从小就有阴阳眼，能看到鬼魂。
我之前1个月调出8具尸体不是巧合，是他们的鬼魂指引我找到了他们的尸体，帮助他们入土为安。之前帮我找到你妹妹的，就是那个半年前死亡的游客。他最后悔的事就是出门前没和妈妈抱一下，所以希望你妹妹能回到家人身边。离开之后，我找到了他妈妈，替他给了他妈妈一个拥抱。但之前在民宿的时候，我一个鬼魂都没见到。温岚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忽然嘿嘿一笑，开个玩笑啦，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鬼的。我刚才胡说八道的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该不会真的信了吧？温岚起唇角微微上扬，你想让我信，我就信；不想让我信，那我就不信。走吧，司机正在外面等我们。说罢，他转身就走。然而他腿长1.2米，一步顶我2步。我快乐地收起鱼竿，一路小跑追了上去。老板，老板，等等我呀！温岚起放慢了脚步，我很快追了上去，与他并肩而行，速度正好，阳光正好，一切都正好。晚安。